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包。2月17日，猫眼官方发布了新版本的实验型快照更新，之前热度一直很高的巡声守卫也在这次更新中出现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添加了全新的生物群系 Deep Dark 以及其中非常壮观的大型建筑结构 Ancient City 古代城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内容吧。首先展示最主要的生物巡声守卫，这是一种生存于 Deep Dark 生物群系的超变态生物，有一颗会在跳动时发光的灵魂核心。可能是由于地体长期缺乏光照，巡声守卫没有视觉，但是听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。它能够感知生物的移动跳跃、物品的掉落，或者是投掷物等等各种声音。它头上的触角会在听到声音之后微微发光，并抖动2下，从而捕捉到声音的方向，然后向这个方向靠近。如果追到了玩家或者生物，它就会用爆炸一般的伤害直接将它秒掉。我们可以通过前行来消除我们的脚步声，不过巡声守卫除了听觉之外，嗅觉也非常发达，就算我们一直蹲在原地，它也可以闻到我们的大概位置，一点点的向目标靠近。当确定了目标的存在，就会发起攻击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生物战斗方面的情况吧。首先是它的血量有足足500点，比末蚁龙都高了好几倍，就算站着不动打它都要1年。并且攻击力超级高，可以2下就秒掉全套夏季合金盔甲的装备，只有穿了全套的保护才能稍微坚持一下。盾牌在他面前也是一个摆设，可以轻轻松松被破掉，并且玩家在和他战斗的时候会获得一个黑暗 buff 的效果，和失明效果不同，黑暗的视野距离稍微远一些，但是亮度更低，并且会忽明忽暗的闪烁，极大的增加了和巡声守卫战斗时候的难度。不过这个亮度降低的效果可以在设置中调小一点。黑暗的视野、急迫的心跳声、令人震撼的力量，这个生物会给玩家带来巨大的压迫感。而实际上，模样根本就没有想过让玩家和这个生物正面对抗，它就是拿来赶走玩家用的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战利品。另外，虽然它无法被传束缚住，不过玩家可以给它修脚或者理发。个人感觉这样子的设定不是非常的合理啊，这让这个大 boss 多没有面子。后期模样也应该会添加可以克制这种赖皮打法的设定，比如可以冲撞、破墙之类的。另外，测试发现巡声守卫会受到岩浆的伤害，并且使用治疗药水也可以对它造成伤害，所以可以判断它有极大可能是一种亡灵生物。附魔亡灵杀手的武器应该也可以对它造成大量的伤害。然后来说一下新的建筑吧。地下的 Deep Dark 生物群系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被掩埋的废弃古城，这是一个不会刷怪的地方，非常的安全。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箱子，不过这个里面的战利品不是非常的丰富。在这个古代城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暗色潜生方块和地衣，像是病毒一样蔓延开来。这其中有几种特殊功能的方块，首先是潜生催化剂，当潜生催化剂的附近有生物死亡，这个生物的附近就会生成一大片的被感染方块，并且这个生物可以掉落的经验值越高，感染的面积也就越大。所以如果有带着几十级经验的玩家死亡，就有可能让这一块的区域被感染一大片。然后是潜生尖叫者，为什么前面说古代城不会生成生物很安全要带引号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潜生尖叫者，当附近有声音激活了潜生传感器，它就会识别并向巡声守卫发出召唤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身体像丧尸一样从地底下爬了出来。不过如果这个巡声守卫在60秒之内没有注意到生物的话，它就会重新钻回地底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潜生尖叫者是可以用精准采集带走的，它可以在任意的地方都可以生效，比如在地面、在地狱，甚至是在末地都可以被召唤出来。不知道它和末蚁龙打一架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感觉末蚁龙应该打不过它吧。然后是最后一种潜生方块，是之前咱们就已经知道的潜生传感器，可以检测声音并向周围发射红石信号。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监视器，我们可以拿它来做很多有意思的装置，比如火板门和它的组合，就像这个样子。另外，这些方块的声音探测是可以用羊毛隔绝的，周围挡上羊毛之后，外面再发出声音，里面就听不到了。由于这些检测方块的存在，在古代城探索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这次更新还添加了一个新的附魔——潜行加速附魔，最高有3级。放在鞋子上面的时候，玩家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前行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被巡声守卫发现的几率，也可以防止尖叫者的探测。然后反正前期后期都打不过这个巡声守卫，所以咱们还是前期下来探索古城比较好，一个是不会刷怪，另外一个是就算挂了也不会损失多少的资源。
这个古代城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传送门一样的方框，不过它没有办法被点燃。这个框架的方块非常的坚硬，挖掘所需要的时间甚至比黑曜石还要长，感觉好像有黑曜石的2、3倍这么久。这么大一个门放在这里，肯定不会只是装饰作用，感觉很有可能背后是一个全新的维度。不过开启方法未知，我感觉近期更新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添加这个新维度的，更有可能是作为古时候的背景来介绍。由于这个古城的人打开了这个传送门，传送门那边的物种入侵了这个城市，从而导致了这个古城的毁灭。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非常高。但是如果有这个故事的话，而官方一时半会又不会出新的维度，那我估计那些模组作者们肯定是会替官方更新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快照更新的全部内容了，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，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又要开启了。168块钱买这个游戏，看样子还可以再更新个几10年，真是捡到宝了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